这绝对是比亚迪宋 Pro DM-i 有史以来最强的对手，没有之一啊！吉利银河新建7 EM-i 价格呢是10.38万到13.68万元。我们来逐一对比，宋 Pro DM-i 为什么能够卖得好？最关键的就是非常省油，消费者的用车成本低啊。它的百公里亏电油耗呢只有3.79升。新建7 EM-i 呢和宋 Pro DM-i 一样，都是1.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，不过它的发动机的热效率呢是达到了 46.5%，比比亚迪的宋 Pro DM-i 的 46.06% 还要再高一些。所以新建7 EM-i 的百公里亏电油耗呢只有3.75升，比宋 Pro DM-i 油耗还要更低一些。要知道这个可是 WLTC 的工况，相比 NEDC 的工况呢会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用车环境。还有一点就是新建7 EM-i 的油箱并不大，只有51升，但能够实现1420公里的综合续航。当然了，具体的油耗表现怎么样呢？我们还有待实测。除了动力系统，这两台车的其他动力参数呢基本上是非常接近的。比如像车身尺寸，新建7 EM-i 的车长、车宽和轴距呢稍稍领先宋 Pro DM-i， 而宋 Pro DM-i 的车高度占有一定优势，但区别不大，实际体验呢差不多。咱们再比如配置方面，拿两台车最入门版本来对比的话，都有定速巡航、360度全景影像，还有主驾驶电动调节的功能，基本上核心的功能配置呢也是一模一样的。新建7 EM-i 的中控屏尺寸呢，甚至要比宋 Pro DM-i 呢还要再大那么一点点。关键是价格，两台车在产品力上是比较接近的情况下，新建7 EM-i 的起售价格比宋 Pro DM-i 便宜了9000块钱。9000块对于插混车型来说，基本上都是1到2年的油电费用了，而且在首发权益期间呢，新建7 EM-i 的起售价格只有9.98万元。998是不是听着很熟悉啊？没错，秦 L 的起售价，一台插混的 SUV 只卖同级轿车的价格，这个实在是太香了。所以你要问我值不值得买，答案是肯定的。那这个价格必也买，没有挑剔的理由了吧？只能说吉利这一次呢实在太狠了，不仅带来更低的能耗，还把价格打到了10万以内。那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样？要是你们会怎么选择呢？